在荒岛吃苦3个月拿到50万美金就退休，这样的挑战绝大多数人都想赌一把。运气好的话，甚至不需要3个月，毕竟只要成为10个人中最后一个离开的，就可以拿到这笔巨款。塔子在巴西长大，和这里的环境格格不入，但他相信自己有可能成为最优秀的那一个。要在这里生存，捕鱼至关重要。他想做一个独木舟，在更深的水里钓鱼。这里有很多树苗，根本不用担心材料。塔子预计做完它不超过2天，越快完成越好。如果实力不行，还得换其他的办法。他从早忙活到晚上，一觉醒来忙着做船。这动手能力和执行力到哪儿都吃香吧。只用了1天就做好了船的框架。接下来把它打磨光滑，再铺上防水布。这行动力让人不得不夸一句厉害。当天下午，塔子便划着独木舟去外面游了一圈。这次试驾很成功，想必以后也能派上大用吧。来到孤岛的第8天，米奇终于舍得脱下他的臭鞋子了。瞧着随风发散的蒸汽臭气，很想让人扇他一掌。好好发散一阵后，他带着弓箭出门。今天运气还不错，出门就看到了松鸡。他在树下耐心等了一会儿，等松鸡松懈以后，他张弓射箭，一箭拿下了目标。大吉大利，今晚吃鸡。这是他来到这里的第1只松鸡，想必也不是最后一只。没想到这一季人均神射手呢。他来到湖边做起了烤鸡，第8天了，终于能吃上肉了。与此同时，巴西小哥塔子这边也有了大丰收。他的网子上挂着一条大鱼，完全够他吃好几顿的了。饭有了，但住所还差点。他考虑等天亮了再做一个圆顶帐篷。这条鱼非常大，足够他吃10来天。在气温降至冰点之前还有段时间，所以他决定先做些熏肉储存起来。他用苔藓铺底做了个烟熏帐篷，然后放上切好的肉片，再放上柴火和烟，只需要1、2天就有熏肉吃了。第9天早上，塔子兴致勃勃来到烤房，鱼肉的味道都散发出来了。他觉得这个火还不够旺，便多加2把柴火。然而木棍引燃了旁边的苔藓，整个小帐篷都被点燃了。他火急火燎地去湖边装水灭火，等火全灭了，什么都挽回不了了。小屋被烧成了一堆黑炭，舍不得吃的鱼肉也没了，这还不如昨晚全吃了呢。乔迪这边还在努力地看书，在手被磨出了很多水泡，好在云上树的树脂能抗菌，能做下简单的消毒，再贴上胶带就 OK 了。今天任务依旧很繁重，毕竟要一个人这里建一尊小屋，要做很多的工作。他一开始的设想没有这么复杂，但现在活儿好像越来越多了，建造工程量大，但补充的食物很少，他的身体开始虚弱了。但到了这一步，必须坚持下去。等木屋搭建完毕，他可以集中精力打猎和钓鱼。曾经下半身几乎瘫痪的情况让他有了自我了结的想法，但现在他找回真正的自我，努力奋斗，脱颖而出。不论终点是50天、80天还是100天，他都愿意坚持。另一边的米奇自从上次迷路之后，就一直没在状态，到第9天依然没有捞着1条鱼。没有鱼吃也不能干坐着，他打算在庇护所上多花点功夫。渔网放了好几天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没有吃的也看不到一点希望。他感觉身心俱疲，什么都不给力。他只能不停地找事做，让自己没那么闲，这样才能忘记饥饿和痛苦。但是他的情况不大对劲儿，肚子饿得咕咕叫，只要弯腰就会疼。他感觉自己快被疼死了。等了半天，情况都没有好转，反而变得更恶心，想吐了。就这样，他从中午疼到了第10天早上。昨天一整晚都在痛苦中度过，到早上才稍微缓和些。今天碰巧是他的生日，那就先祝他生日快乐。因为各式各样的困难，他耽误了很多时间，现在只能更加努力地寻找食物。米奇来到外面，庆幸林子里还有很多蓝莓，能让他品尝一番。现在的他身体已经好多了，已经可以拉弓射箭了。他听到树林里面有松鸡的声音，他立马朝那边射了一箭。虽然第1箭没中，但第2箭为他拿下了一只肥美的松鸡，这就是他的生日大餐了。很快大家熬到了第11天，这天阿兰还在努力地砍树，长时间不吃东西，胃就会失去正常消化食物的能力，所以他每天都想办法找食物，无论是浆果还是蘑菇，能吃就行。他可不想因为生病而失去比赛资格。到现在他已经6天没有钓到1条鱼了。昨天他布置了一些陷阱，这种被动捕猎的办法不太稳定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。但现在他没时间处理这些问题，因为他是忙着建造他的庇护所。他先搭了一个脚架，他的生存理念是让事情尽可能的简单，尽可能的少破坏土地，尽量做到和大自然和谐相处。做好指甲轮廓后，就该使用棍棒枝叶填充，最后再铺上一层厚厚的苔藓。虽然看上去很简陋，但这就是他想要的庇护所。过去有很多选手纠结于复杂的庇护所而提前消耗了体力，浪费了大量时间，他可不想步他们的后尘。苔藓是防水良好的绝缘体，它们紧密地铺在一起，能做到防水保暖的效果。只需要把它们收集起来，满满当当铺在框架上就可以了。做完这些以后，阿兰便出门寻找食物了。他首先去检查了陷阱，好消息是陷阱里面有东西，坏消息那是一只活蹦乱跳的松雕。小家伙愤怒地咆哮着，警告他不要靠近。阿兰本身也没有捕猎它的想法，因为它是这里的保护动物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这种生物有非常锋利的牙齿，能咬鹿和羊羔等较大的动物，人类贸然靠近也会有被咬的风险。阿兰脱下衣服盖在松雕身上，随之而后剪断了捆着他的铁丝，目送他逃窜离开。
阿兰非常欣慰，考虑到周围有很多这样的陷阱，可能会影响到这些保护动物的生活，所以阿兰决定放弃所有陷阱，放他们一条生路。阿兰想做一个有道德的猎人，他打算冬天来临之后再来猎兔子，这时候设置陷阱的收益不大，而且容易捕到保护动物。拆掉陷阱是最稳妥的办法，可这也意味着他必须将所有精力集中到捕鱼上。如果抓不到鱼，就只能白白饿肚子。米奇虽然抓了一只松鸡，但掉了一支箭让他心痛不已。他打算用木头做一个箭头。他坐在湖边，一边晒太阳，一边打磨木棍。此刻想念家的念头到达了顶峰，他很想回家陪伴有自闭症的儿子、漂亮的妻子。简单的说，这会儿他没有迷路，而是找到了回家的路。只不过到第13天还没有人退出。来这儿没几天就丢了所有箭的凯德发现一个废弃马蜂窝，这玩意儿干燥粗糙，原来生活正好。这些天他的陷阱没有收获，自从他的箭丢了以后，就再没有抓到过任何小猎物。虽然箭弄丢了，但他不争口气誓不罢休，在这种地方长期生存，不吃肉可不行。他打磨挑好的木棍，还准备了松鸡羽毛和钓鱼线，折腾了好一会儿才做出来一支箭。这是他第一次用自制的箭狩猎，但是结果出人意料，他居然一箭就射准了树上的松鸡，这个真是大佬啊！即便箭丢了也可以自制，而且手艺还不错，一点不影响实力的发挥。转眼14天了，安打算出门哪儿吃的，毕竟一直待在庇护所里也不太好。在树林里闲逛的时候，他听到了松鸡的叫声，他隐匿在树丛中，悄悄射出一箭，正中靶心。这一届参赛者都是神射手，一箭一个猎物已经不足为奇了。但安感觉自己像中了彩票一样，努力了很久，终于得到回报了。他麻利的拔毛掏内脏，把处理好的松鸡放到锅里，结果就看到不远处有驼鹿在游泳。这些驼鹿体型巨大，体重可以超过600公斤，但凡能猎杀一头就可以宣布比赛结束了吧。不过他在水里游得很快，而且距离太远，弓箭不可能射到，安只好作罢。等了半个小时，鸡汤终于熬好了，虽然没有佐料，但在这种时候有口肉汤喝，简直是极大的享受。就这样，10位选手们一起熬到了第15天。捕鱼达人老李给大家展示了他用桦树和浆果熬成的汤。虽然快要60岁了，但他依然健朗，看书搬运都不带大喘气儿的。今天他要去湖里检查渔网，然后再准备一个永久庇护所。他原本以为自己可以在这里抓到很多鱼，但这其实比他想象中要难。周边的浆果都快被他摘得差不多了，但这还远远不够。可释放的湖里的网再没有收获过鱼，手在湖边垂钓也无济于事。但不管有没有鱼，都必须要一个庇护所。他带上工具来到树林，又开始批发枯皱的锯木头。考虑到要过冬，所以他砍的都是比较粗壮的木头，搬运起来非常困难。对于年纪不小的他，着实是一番考验。不过他很努力，效率也很高，很快做出了雏形。凯德用自制的剑拿下猎物后，便专心致志制作更多的木剑。这可是货真价实吃饭的家伙。但那是敏锐的听到了帐篷外有松鸡的响动，他敏锐的来到屋外，用自制的第2支箭干脆利落的拿下了它。就算是一开始掉了箭，也不妨碍他在这里打猎。难道这就是职业猎人的水准吗？吃过煮鸡肉后，凯德来到湖边，就地喝2口湖水。然后回到营地的时候，他看到了遍地的烟雾，坏了，他的火堆好像燃起来了。